大家好，当无数个镜头、无数个角度对准了王一博，而且从上到下，从远到近，您觉得是不是有些夸张了呢？这种的夸张已经变成为了现实了，而且就在刚刚，就在夜晚。王一博的夜晚属于拼搏，属于朝气，属于明天。正是这样的拼搏和朝气，让他被人宠溺的几乎上天了，而且还是真的上天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王一博的时间现在简直是不够用的了，一天24个小时注定要掰开两半用了，也就是说一天48个小时才够用。不仅如此，他还在一天之中可以为大家一口气带来9大震惊，相当的霸道和厉害。其中就包括万人捧场、瞬移城市、街舞时刻、意外空降、超规模安保、超规模待遇、霸总上身、悬浮悬念、绿色加上9785的定制、领跑夜师等等，堪称一出真实版的魔法的现场。有兴趣的朋友别忘了在视频的最后一道围观一下王一博这次大变活人所带给所有粉丝们的连串的惊喜吧。其中的亮点一定要自己找一找，看一看霸气的王一博这回有模有样大变王总的全过程。11月28号的晚上，王一博现身北京，参加了一次高规格的商业拉风和夜跑活动。据悉，这是红米新机发布会的专题拉风活动，因为这次新机的发布完全是围绕王一博专属定制的，而且性价比还非常的高，所以难得王一博大老远的跨越城市，漫步时空。在不少的照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一身的运动装和精神气儿，不仅高大帅气，而且拉风抢眼。话说当天的早上，王一博本人还在上海拍戏来着，跟着在10点钟左右才从剧组当中回到了酒店。接着就是发布会在当天晚上的7点钟正式开始了。重点是地点是在北京的红米发布会现场。怎么样？看一看时间点，是不是有种城市之间瞬移的感觉呢？这就是王一博带给大家的震惊了。新品发布会的过程当中，整个小米产业园的大楼称得上是灯火通明了。热闹的照片当中，仿佛整栋楼都站满了向王一博观礼和致敬的人，而且不分男女，都在看向王一博的舞台方。有意思的是，王一博耿直务实的个人的属性，其实很符合小米人、IT 人的审美标准，所产生出来的共鸣，通常都会产生出喜欢。要知道，在小米的工业园，这个时间点人已经不多了，但是不管是上班中的还是下班后的吃瓜群众，都热情的强力围观了上来，争夺王一博的风采。只能说王一博的吸引力在 IT 人的心目中也相当的有分量和含金量。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次王一博的瞬移亮相不仅吸引了小米产业园的所有人，直播间当中更加的热闹，居然一口气聚集了上万人的争相的围观。人气之王真不是吹的，一场纯粹的商业行为居然变身成为了人气的直播，这就是王一博带给大家的震惊2。要知道，大忙人王一博在这个时间点本就应该是在热火朝天的白练街舞当中了，毕竟这个周末就是街舞4的总决赛时间了，就是超级紧张的高光时刻了，任何人临阵都要磨枪的，更何况这个拼命三郎著称的王一博呢？这就是王一博所带给大家的震惊3。
王一博既然如此的捧场，为了小米的商业活动，也是豁出去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了。自自然然的，小米的老总雷军也跟着大手笔一挥，包专机接送这个流量之王，场面搞得相当的大，相当的气派。要知道，国内的包机一般飞4-5个小时以内的话，私人飞机飞一趟起码都要50-60万元。如果换成湾流 G550 的话，这种更加宽敞的一些的飞机需要再加码10万元。值不值，每个人都有个算盘。很显然，对于雷军而言，这次把王一博直接宠溺上天，也绝对是属于超值的了。这就是王一博所带给大家的震惊4。这还没完，为了确保王一博无缝出现在小米的发布会上，给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包。不仅雷军本人居然亲自出马去接送，而且在现场编排的时候更提供了超级严密的安保的措施。在现场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得到，几百人的保全全部出动了。这么大的一个阵仗，只为了一个带人人，您说夸张不夸张？这就是王一博所带给大家的震惊5。由于这次采用了现场直播的方式，吃惯小米瓜的用户群体被雷军刻意安排的空降王一博的举动给完完全全的震惊到了。因为谁也想不到，忙着街舞毫无闲暇的王一博居然真的飞临了现场，而且还大开金口爆料这回新品红米手机的设计环节，全方位的大玩了一次无死角帅气的现场的互动。王一博现场的表现和自如的谈吐真的是很有霸总范，喜欢他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视频的最后与霸总擦肩而过的感觉，因为这感觉太过的立体了。这就是王一博所带给大家的震惊6了。这次红米一定要把原本就忙得不可开交的王一博拉到现场，主要是因为这次重头戏的设计主要是来源于王一博的本人真实想法，也就是说，这次设计的最大悬念和最大特点就是所谓的立体悬浮感的设计。所以视频最后的现场的王一博完全没有半点技术上的包袱，因为他就是设计环节的重要的参与者。这就是王一博带给大家的震惊7了。有意思的是，这个鬼马的王一博不仅喜欢摩托车，更想拥有一部专属定制的手机，上面要有酷飒的赛道，也要有立体悬浮式的设计，才能好好的体现出自己独一无二、放飞自由的思想理念。小米玩大碗其实早就驾轻就熟了，这次的整机配置即便加上了附加值极高的王一博概念，却依旧还是一款价格亲民的真香机，而且绿色成为了这款手机的标配，一种摩托的专属感，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和足量呢？而且还是限量9785套，这是不是要打造粉丝们未来互殴的名场面呢？总之，这场面必须大男主出现，否则诚意必然缩水到一半。而且大男主一旦出现的话，小米的逼格以及格局就瞬间的阿里巴巴了，瞬间的打开了。这次明星效应的最大化操作我要给满分，而且这次新机首发的销量注定会是一次质的飞跃。善出奇兵的雷军这回又妥妥的躺赢了，这就是王一博带给大家的震惊8了。然而即便现场的吃瓜群众们也万万都想不到的是，这个王一博霸总的外套一脱下来，居然跟着就在小米的工业园中玩夜跑了。要知道他转天可是要赶回上海的。现场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王一博夜跑的打扮也是够酷炫的，一身的夜行黑，连鞋子都是拉满了运动风，再配上王一博的颜值，让陪跑的幸运儿们也个个都尖叫连连，笑口不断，充满了无比的幸福感。
有些的铁粉更加大呼真人版可是比照片帅气太多了。当晚的夜跑让小米人开心到爆，这就是王一博所带给大家的震惊9了。怎么样，9大震惊，您有没有被震惊得到呢？有的话，烦请您震惊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2个字，也就是震惊这2个字。老实说，如果换上我的话，1个小时我都撑不住了。王一博的精力也真是太旺盛，我如果有王一博1%的精神气儿，或许我的频道现在就已经上10万的订阅了，而不是现在的2000多一点儿。这很王一博，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事，只要他参与，注定都会全力以赴、全心的投入，把事情做到极致。很多人说他是因为出众的颜值和舞蹈的天分，才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和热捧。其实对我而言，他的人品、才华和拼命才注定了他的最终的成功，您说对不？始于才华，忠于人品，王一博就是一杯好酒，用心去品，美好就会越多。这么样的一个宝藏男孩，4000万的人都已经爱上了，您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任性的打入2个字，也就是宝藏这2个字。如果您心里面有感动的话，因为人生苦短，真爱艰难。要说王炸弟弟王一博拼命的话，王炸姐姐赵丽颖自然不遑多让，只是她的拼命和努力却换来了无数单亲妈妈们的一片的唏嘘和共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前段时间赵丽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说到了不少人的心坎当中去了，让线上线下的吃瓜女性们一片的沸腾，心疼与纠结可谓五味杂陈。话说赵丽颖重返中餐厅5的时候，跟常和她斗嘴的前辈宁静大谈了一下个中的隐私。一向都大嘴无忌的宁静当时劈头就问，你怎么会愿意再上节目呢？这个赵小刀大大方方地表示说，想来治愈心里的伤。跟着呢，大嘴又继续地问道，你为何愿意把儿子给冯绍峰带呢？这个赵小刀一下子就尴尬了。他想了想之后，赵小刀就无奈地表示说，他的经济比我好。要说身家亿万的赵丽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坦诚前夫冯绍峰经济条件比自己强，而且这还成为了自己的孩子由冯绍峰抚养的头号的原因。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就让所有在场的吃瓜群众们一脸的震惊了。要知道赵丽颖可是娱乐圈当中叫得出名堂的拼命3娘，相比前夫冯绍峰，赵丽颖这些年堪称屏幕的霸主，365天几乎天天都在拍戏和赚钱。有关的酸甜苦辣，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大量的都提及到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这回大庭广众之下，他却又直白坦诚了自己的经济条件比不上冯绍峰，实实在在的道出了不少单亲妈妈们的心声和无奈。不过说到这儿，吃瓜的群众们或许都没有留意得到，当时的他依旧是从容自若，一脸的淡定，因为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不会用别人的标准为自己的人生划线，我没有靠山，但我自己就是山，我没有天下，可我自己可以打天下，我没有资本，那就自己赚资本。这句话他不仅说了，也做到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依旧不断的进取中未曾放弃过。众所周知，赵丽颖的一路一直都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的一生一直都伴随着受伤、挫折和无奈。
这种经济条件上的无奈便是其中之一了。即便他现在即使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成功、异常异常精彩的了，然而所有的受伤、挫折和无奈，都能在他这里转化成为了动力，成为了驱动他继续变得更强的勇气和信心。他的无奈说得出来，也能放得下来。现在的赵丽颖依旧是10年前的样子，无论是直播室中的她，还是野蛮路透的她，依旧是生命之中大女主的模样。因为人有傲骨，就能让所有受过的窝囊气全都转化成为永不放弃的动力和底气。您说对不？如果您深以为然的话，不妨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2个字的短评，也就是动力或者底气。因为一个懂得自强的女人，注定是自己生命当中的最终的主宰。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斐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多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积聚天上财富的，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点亮黑夜，带来惊喜，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憧憬和祝福的事情和人，包括变数依旧的野蛮生长，以及化身成为主流的王一博。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下面我们有请一个嘉宾好吗？ Redmi 手机品牌全球代言人王一博，有请。一博好，一博好，一博好，来，好，欢迎王一博。欢迎大家掌声在哪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很荣幸能够来到 Note 11的新品发布会。欢迎我们一博来到我们发布会的现场。我想很多粉丝应该在看视频的时候应该在刷弹幕了啊。那么这部潮流限定版呢，我们把它叫一博Design，是一博参与设计，并且给我们提了特别多的设计的灵感。那么我们请一博来介绍一下你跟这部产品的故事。好的。其实，在1年前呢 ，Redmi 就想做一款潮流的设计款，于是我就在想，可不可以在手机的背壳上做出一些科幻的那种全息投影的感觉。所以说，过了好几个月的进展之后，就有了这部手机的出现了，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Note 11的潮流限定版。对，我也想请卢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手机吧。好，那么应该来说，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特殊的不一样就是我们 Redmi 的 logo， 是吧 ？logo 大家是不是感觉它非常的不一样？它是悬浮起来的，变得有一点全息般的一种视觉的幻影，让你感觉到触摸到了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科技。以及当你把这个光线打过去之后，大家会看到 Redmi 这个 logo 已经突破了平面的限制，让它漂浮起来了，而你看得见却摸不着它。那么一博应该来说，在1个月以前应该拿到这部产品。我不知道你当时拿到上手的时候什么感觉？对，当时在拍摄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反复的看这个背面，觉得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360度，它都是一个悬浮的那种感觉，手是感觉可以触摸到，但是又感觉透过去了的感觉，对，很神奇。对，所以这个悬浮的效果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工艺实际上是有点复杂的啊，它的全称叫全息悬浮工艺。我们的设计师呢跟我解释了很久啊，所以这个悬浮的效果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工艺实际上是有点复杂的啊，它的全称叫全息悬浮工艺。我们的设计师呢跟我解释了很久啊，我也理解了很久才能够明白过来。但是呢，我想今天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就今天大家看到这个 logo 啊，其实它不是印上去的啊，
它是通过光的流动放大了150倍之后呢，在我们手机的上方7毫米的地方把它重现出来的。它怎么呈现的呢？是它有2层，上面一层呢叫微凸纹，下面一层呢叫微凸镜。所以呢，光线穿过之后呢，通过一个层层的反折射以及放大，就形成一个他们叫摩尔成像啊，叫摩尔成像。它当然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效果的背后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良率很低，成本很高。那么大家发现没有？除了这个 logo 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机身上有一个设计来自于一博的主意和灵感。对，因为大家知道我喜欢赛车，喜欢摩托车，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在手机上能够体现出这个感觉。所以说，在手机的底部有一个像类似于赛道的这种感觉，然后也能体现出就是手机的速度感吧。对，大家应该看到这个摩托车的赛道来自于一博的灵感，我们在手机上做了一个复刻，并且旁边呢有着一博的一个荧光的签名啊。那么，好吗？这就是一博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设计这个产品。那么一博做了我们全球代言人应该2年的时间，这也是第一次来参与我们的发布会，什么感觉？很荣幸能够来到新品发布会，然后也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见面。对。那么一博你，那么一博其实我想你可能是第一次参与手机的设计，你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其实我觉得能够感受到的是热爱吧，也能够理解了什么是 Realme 说的不顾一切的热爱。其实就是这些背后的工程师们对于产品的追求，不断的给大家惊喜，还有特别的感，然后很有满血的感觉。一博，我想你也知道，我们这次主题叫一刻满血，对吧？你现在应该明白什么叫一刻的意思啊？明白了，就是用15分钟把一部手机充满，打造全球最快的充电体验。我想这是 Redmi 追求产品极致的精神。一博的大家也知道，爱好非常的多，应该说每一个爱好也都玩到了极致。所以一博，你是怎么理解一刻满血的？其实就是在热爱的过程中，不断的努力，然后累了就放松一下，给自己充个电就可以一下满血了。好的，那么也谢谢一博的分享。在此呢，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倡导一下，在忙碌的时候呢，每天花1刻钟的时间，让自己恢复活力，满血1刻。稍后呢，我跟一博还有一个关于1刻满血的小活动，大家关注一下我们 Redmi 的社交账号，我们会第一时间同步。那么这个产品我估计大家都想看一下，是吧？好不好？我们一起给大家把这个产品呈现一下。来，好，给一博啊，这个给一博，好，这样来，好，怎么样？漂亮吗？好，我们稍微动一下，应该这个 logo 大家看到这个 logo 就会浮起来了，漂亮吧？好，谢谢大家，谢谢一博，谢谢一博。谢谢。来，给我，好吗？那因为一会儿还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请一博去准备一下。一博，我们一会儿见，好不好？一会儿见。好。